首先恭喜各位成为8重玩家。那么作为一个8重玩家呢，上一次的养成分享还是在 3.0 出，但是随着版本的更迭，有些观念是落后的，是错误的，所以这一期呢是修订，是最新的枫丹版本的8重养成心得。在经历了 2.0 的继子， 3.0 的喝汤， 4.0 的8重又有一些什么新变化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瞧一瞧，看一看。在了解一个角色的时候，伤害是玩家最感兴趣的部分，所以一上来就是玩家喜闻乐见的0+0 24次条8重伤害小展示。我选择了2+2散剑和正式之名瞳的配置，这样足够摆烂。主次条和面板如图，在这个面板下，8重自身22秒轴的总伤是 16.9 万，但是考虑到灵命8重大招至少是2轮才有一次，所以把这个大招的伤害对半分，总伤害下降到了 13.3 万。这就是8重直伤的水平，真的很低。这也是为什么在 2.0 那个打直伤的时代，8重生子会被叫做继子的原因。毕竟当初大部分人期待的是8重成为 2.0 的大 C， 还有很多人角色没有上线就开始吹了，那这个落差是可想而知的。但随着 3.0 草元素体系的加入，能够在后台打激化的情况下，伤害会提升到 15.8 万左右。如果做个梦，一轮一个大，那就是 19.4 万。万一8重杀声音每一次都劈到不同的怪物，都激化，就这么巧，那么总伤呢就达到了 22.4 万，这就属于是强势后台的裸伤水平了。所以 3.0 以后的8重虽然不人权，但是也不济，这一点我们从它一直以来稳定的深渊使用率中也能窥见一二。那么到了 4.0 枫丹版本，8重有什么新变化呢？当然就是有了弗妮娜还有夏沃蕾这样的增伤角色咯。其实在须弥的后期，百草八叶这样的战场组合呢我就分享过了，现在呢也是能进一步的优化叶兰。好家伙，叶兰都要用优化这个词了，真是失敬啊。也就是把叶兰换成弗妮娜，让她去1拐3嘛。那么在白符的加持下，最大的变化不是后台伤害，后台的激化伤害会稳定在22到23万左右。提升最大的呢是8重在前台去打激战，一个灵命的8重战场，吃完弗妮娜、白竹、草神的拐之后，总伤害可以达到 58.6 万，而且因为战场大招的循环就加速了。那如果是组夏沃蕾，我们的雷神双40的加成，8重在后台的伤害就破近25万了，实打实的游戏体验实在变得更好。对了，现在还有闲云这个下落攻击妈的存在，哇，你想想看 2.0 的时候有多少玩家敢想8重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所以当下的8重已经不再是给缇娜里海哥打下手的8重了，它也能够作为一个战场 C 撑起一支队伍了。那么在聊完8重的伤害，在这期的修订版中呢，我们还要解决一个困扰很多玩家的主次条选择问题，就是精通杀和攻击杀的选择。这个问题呢，你听我说，它是这样子的，如果只看单人裸打直伤，也就是不打反应，那么攻击杀更好，但是8重肯定是打反应的嘛，所以只要8重打反应，精通杀就会有小优势。比如上面24次条的8重，我把4个大攻击换成4个精通，那么打击化的总伤害呢就会提升 2.41%， 也就是说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精通杀是优于攻击杀的。但是因为我们会组队嘛，在组队的时候队友会提供增益，比如说纳西达提供了精通，双草又提供了精通，白竹提供了超激化伤害加成之类的，加上很多8重选择的是噬金之梦，已经加了很多精通了。这个时候由于8重有精通转增伤的这个天赋嘛，它的增伤城区就比较丰满了，所以自己堆攻击，精通交给队友是更好的选择，这就是推荐8重带攻击杀的由来。反之呢，现在不是有夏沃蕾会加攻击力嘛，那么8重在超载的队伍中带精通杀呢也是可以的选择，所以攻击杀还是精通杀，这个要看队友为8重提供了什么增益，以及8重打的是什么位置。如果战场打激战，那么精通杀可以提高种子的伤害，肯定是更好的。不过呢，作为一个摆烂党，我的建议是选择最没有内耗的方式，就是只看副词条的品质，要是一个加 24% 的爆伤，另外一个纯遇天花板，那你就根本不需要纠结，对吧？这两种选择本身的差距呢其实并不大，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不需要太纠结的。那么解决了主次条的选择纠结之后圣遗物的选择上，噬金之梦呢依然是8重最契合的圣遗物，但是 4.0 到了，在当下我觉得最具性价比的选择肯定是去刷枫丹的猎人套和黄金剧团，不但8重自己可以用，枫丹的角色呢也有需求，等刷完一圈 5.0 也就开了，合成台也就能合成噬金之梦了，到时候想带哪个就带哪个，你们觉得呢？然后我又要说，我作为一个摆烂玩家，这几套圣遗物的差距呢也没有很大，他们可能也就是差了几千的伤害，还是要看玩家队伍中8重的定位的。如果说你的8重是纯后台，不切出来丢大招，只丢战技，那么黄金剧团对于杀生一的提升是最大的。
在武器的选择上呢，副词条呢双爆大于攻击大于精通和增伤，因为八重精通可以转增伤，弗琳娜呢也提供了巨额的增伤，在这方面八重其实也不是特别缺，反倒是队伍中常常没有增加攻击力的手段。那后续我会做一通计算，和闲云一样把数据罗列出来。那么在队伍的搭配上，我觉得现在还是比较百花齐放的，可以去打提拔海拔这两个比较老牌的经典队伍，那也可以用赛诺玩家科研的成果和闲云妈打下路攻击玩。想想看，每一次都激化，这个伤害我都不用计算就知道很喜人，堪比大招落雷，而且还能打8下，怪不得要叫八重神子呢。懂了懂了。当然说到实战啊，我觉得白符加草神的激战队伍有生存有输出，而且呢都是锁定技能，不容易 miss， 体验真的挺不错的。当然这些角色通常比较忙，也比较人权，可能凑不到一块儿，但没有关系。现在夏沃磊出品的超载队也十分欢迎八重的就业，之前我就分享过林尼超载嘛。那么超载队的核心就是夏沃磊加八重加抗打断的雷火角色，比如说组迪西亚，比如说组北斗，又比如说组冥神组合。当然超载队伍现在的强度呢，肯定比草体系队伍会低一些，因为真正契合的主 C 拼图还没有凑齐，需要玩家在练度上加一加油。好的，那么这期的修订版呢就到这里呀，不是很抠数值，因为咱们是一个机制至上的摆烂玩家，而且呢作为老角色，实际上很难通过配平词条调整细节去超越10%的提瓦特常数，更多的时候是要依赖新出的角色带来一些机制玩法上的改变，或者呢就直接发动超能力去抽专武抽命座。所以总的来说，八重这个角色在培养上不需要太操心，它的伤害是比较稳定的，主要还是去研发一些更适合八重机制的队伍，这样的体验是更好的。那么我是提瓦特地理，我们下期再见。